番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应该建了没多久，我也从来没来过。左侧这边呢就是桥水道了，就是到了这边的江边了。今天出太阳了，看很多人就在这个岸边坐着钓鱼。这边居然还有个番禺区地震科普教育馆。番禺有地震吗？从来没听说过。嗨，大家好，一下子已经快到中午了。刚刚在这个边上的一家银行办事，跑了1个来小时。原本呢，祈福村内就有他的支行，谁知道最近要去办一笔业务，被告知现在只剩理财窗口了，没有对私人的业务的窗口，就被指到了这边来了。这边呢已经是番禺广场，是这家银行的支行，我就随便走走吧。这条叫胜泰路，边上呢有一条小河通。番禺广场呢，我们经常利用它的车站。这个番禺广场车站有3条地铁线换乘，22号、18号和3号线的地铁。所以应该说呢，它是一个枢纽性的车站。那它的政府所在地这番禺区政府所在地呢，也在这个附近。当然，这个边上会有这个体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部门。所以呢，不用说这个地方本身应该是番禺的中心城区，而且它离市桥比较近是在老城区边上开辟的一处新的城区。但是呢，这个地方建设就乏善可陈了，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建筑物或者地标性的东西。那基本上就是普通的街道只不过比市桥老城区里面呢稍稍显得宽敞了一些而已。从镜头里面应该可以看到这个马路呢边上的这些底商呢，它延续着市桥老城区里面的风格，就是马路边上都开着各种各样的商店。前面呢应该是一个施工的工地，就是番禺广场这个车站的上盖吧。搞了10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有搞出名堂来。这条是广场西路，我们就随着转转吧。这左侧有番禺广场站的一个出入口。番禺呢，众所周知就千年古镇，或者说千年古都也不为过。这个市桥是它的以前的中心区，但现在呢成了老城区。然后我相信对于当地人来讲，他们还是视市桥为自己的故乡，而且也是自以为傲的一个
传承千年文化历史的地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呢，这些老城区就显得有些老旧了，所以方城向外扩展。那现在番禺最时尚的地方呢，应该是万国商务区，就有小珠江新城之称。这边呢，完全是按照新的概念设计、规划、建设。现在呢，那边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且很多的公司商号也搬到那边。相信我们的是代表着番禺的未来。现在我从广长西路看看左前方，应该是番禺新建的一个图书馆到他们进去看。这条叫东信路，左侧呢就是一大片的施工的工地啊。番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应该建了没多久，我也从来没来过。这边呢，毕竟是在番禺中心区的边上，所以整体的街区格局呢还是不错的。这条是广场东路，就是番禺广场东面的这条马路。到了这边呢，真的好像还是有一些新城区的风貌。看到马路对面呢是一个街心的公园。这个地方平时很少来啊，因为也没什么事要跑到这地方来，而且这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呢，好久没来了，就在这边闲逛一圈。毕竟这个地方也是属于番禺，我们也看看这边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市容市貌。这边有个黄沙岛花园啊，这个地方好像来过，但这边的路好像是不通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屋村，这个屋村呢，它占了这个四桥水道的一段的江岸。那我就想着，我也不进去了吧。原来这条已经是长堤东路了，那往前走走，就应该会到江边。
右侧进了几座高楼，都是住宅。这个地方号称金融城。都在建设施工。左侧这边的这四条水道路，就是到了这边的江边了。前方的是德信大桥，在上马路的右侧的那个大片的公园。我看这条德信大桥呢，它应该是有上去的匝道的，正在这边上桥去。现在边来观望一下吧，今天出太阳了，看很多人就在这个岸边坐着钓鱼，小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休闲方式。好，我们还是上桥去吧。好，转眼的已经来到了德信大桥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的南面，就是我正对着呢，是市桥的新城区。这个市桥呢，江的北岸以前相对来讲是比较传统的住宅区，但是这个
南面呢，其实慢慢也得到了发展，看上去没有那么的豪华，没有那么的时尚，只是建了一些新的居民区而已。到了这边，我突然想起来，有一回在这里骑车，也是上桥的时候，遇到一位开那种电动车的小伙子，结果突然就熄火了，他推不动，结果我就帮着他一直推到了桥上。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桥南，也就是石桥水道南面。这边呢是一片新的城区。我们在这边呢又要走楼梯了。现在呢已经下了桥，我们先到城南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吃饭的店。都中午时间了，先去吃点东西，我们再骑车闲逛。明显的到了桥南区域了，这边显得宽敞了很多，马路更宽敞，这些房子呢都比较新啊，空间也比较大。这条叫德信路，没走几步呢，我就看到右侧有一个旧村的村屋了，好像也要进行改造吧，看那个围地的状态。
突然看到街的对面有一间麦当劳，那我觉得就到麦当劳去点点豆子吧。刚刚在市南这个地方的一家麦当劳吃了一个套餐。我也好久没有跟这些餐饮的服务员打交道了，看来他们现在日子也不怎么好过，就为了多一些业绩，不断的推销，然后尽可能呢就是让你点他们想要你点的一些套餐啊，然后呢不惜送出一些优惠，吃完以后服务员跑来请你为他们进行评价啊，当然其实就是尽可能的给他们说一些好话吧。反正以人为善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会给他们比较高的评价。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这都是一些虚假的东西，但是这个社会看来哪一行都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抱着同情心，尽可能的就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想要的。刚刚我就路过这里了，看这边还是挂很多的韩灯。这个地方叫什么？德宝雨园别墅。这条小路上都是种的木棉花。德宝花园别墅啊，这里面是一个大的别墅区啊，马路对面也是。昨天我在城村水道边上骑行啊，那边就有碧桂园的很多的一些大别墅，看上去真的环境相当不错。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说过，番禺这个地方是常负一名的地方。某种程度来讲啊，这里的老百姓的实际的富裕程度应该在广州市民之上啊。我觉得这样的城市挺好，就让老百姓呢有更多的空间。这条叫汇景大道其实没有贯通，我掉头还是往外骑，但是这边看得出来岁月的痕迹啊。就这种房子呢，一般来讲都是30年以前建的吧，款式呢已经有所改变了，其实就是那种传统的街区，下面呢都是商铺，上面呢可能就住人。这个楼后面呢就是花园别墅的居住区了。
这边居然还有个番禺区地震科普教育馆。番禺有地震吗？从来没听说过。左侧这条路上桥了，就是德信大桥了。我呢还是打算回到江边去骑行。正好是绿灯啊，我就直接骑过马路，来到四桥水道的边上。我看这个江的左侧，就是我刚刚过了那个，好像又在大兴土木。
刚刚说在大兴土木的就是对面啊，而且好像还做了一个清水的大平台。就这样在几乎没有什么人的江边的道路上骑行，非常放松。所以你不管心里头有什么事，你只要在这种地方骑行了个把小时，我相信立马就可以放空。真的，剩下的只有在这种马路上骑行的舒适感。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灯塔，边上也有一些码头。每次骑到这边呢，就会停一下，稍稍的休息休息。那今天从赤桥番禺广场那边办完事以后，就在赤桥这边随意的穿街走巷了一番。刚刚还吃了一餐麦当劳。那么我们就在这边结束我们这一段的骑行。等一会儿再去别的地方转转，再跟大家分享。谢谢跟随和观赏，拜拜。